关注钱生密码，了解全球财经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钱道。我们国内呢有很多的投资者每天呢都看着这个股市大盘炒的 A 股。你有没有放眼过全球，关注过汇市，全球的货币市场？其实这一段时间，6月份以来非常的精彩。哪里精彩呢？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从一位这个耶鲁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、高级研究员斯蒂芬·罗奇，他有一个说法我们来讲起。这个美国摩根斯坦利亚洲区前任主管、耶鲁大学的一个高级研究员斯蒂芬·罗奇，6月15号的时候，他有过这样一个表示。他说他很担心这个全球格局的一个变化，以及美国巨额预算赤字将会引发美元大跌。这个美国 CNBC 新闻报道，经济学家斯蒂芬·罗奇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说的：这个长期以来美国经济呢一直遭受一些重大的宏观失衡困扰。国内的储蓄率非常的低，经常项目赤字长期存在，预计这个美元会继续下跌。在过去的2周美元货币指数上涨是超过了1%的，但是斯蒂芬·罗奇他认为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满意，因为什么呢？未来几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它还会进一步的扩大。国民储蓄率低，可能会给这个美国经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。预计这个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会下跌35%。这位耶鲁大学的这个教授，经济学教授，他还认为，与此同时，这个美国现在正在远离全球化，而且美国呢现在正在致力于跟世界上其他的地区脱钩，这种情况会更加糟糕。斯蒂芬·罗奇预计美元会急剧的下跌会在未来1-2年的时间内发生。他还强调美元下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作为投资者，千万不能忽略这方面的一个风险，因为这会对美国的金融资产造成负面影响，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，不利于利率。他担心美元的大跌很有可能会引发1970年代后期那样的一个滞涨危机，当时的价格是急剧的上涨，抑制了经济的增长。这个斯蒂芬·罗奇他的观点究竟有没有道理？这我们就要客观分析了他说美元恐怕会崩盘大跌，而且会贬值35%。35%这是什么概念？我们看一看今年以来，美元最高点是在3月20号，那个时候最高价102.992，下跌到6月10号的最低点95.716，下跌了7.06%，这个已经是比较可怕的。你还要再跌35%。不过最近呢，这个美元从95.716升到了97.4405，上涨幅度是不多，总体的下跌幅度还是比较重的。如果美元大跌35%，我们现在在岸人民币是7.0892，相当于人民币要升破4.6，这样看是不是就恐怖的多了？1美元只能够兑换人民币4.6元，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。说实在话，包括我在内，也不太相信这个美元对人民币能够变成1比4.6。但是，这位耶鲁的经济学家斯蒂芬·罗奇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而且他同时不只是单纯的学者，他以前是在大型的投行工作负责亚太区。所以呢，可以相信他的看法一定是有他的根据的。首先，美国政府的赤字大爆发，那总有一天会面临财政风险。
面临债券倒闭的风险。如果全球的投资人都对美国没有信心了，对美债没有信心了，对美元没有信心了，那是不是会把你卖掉？当然这是对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当财政赤字爆发的现在，你看川普前2天他还讲，搞不好会丢出1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。那大家想想，已经有2万亿美元过了，今年美国的举债已经超过了几万亿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美联储它还要去印钞票，当然会对美元的信用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在当前的疫情之下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说了，印钞票 QE 无上限。美联储这个6月11号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报告显示，由于美国企业和美国联邦借贷大幅增加，美国的总债务已经激增至了55.9万亿美元，这还仅限于非金融债务总额增长的 11.7%。美国2019年它的 GDP 是多少？大概21万亿美元，也就是说美国的总债务规模已经达到了他们整个 GDP 的 266% 了。这就意味着不管是美国的企业债务、消费债务，还是美国联邦债务，都处处充满了可能会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。现在疫情的当下，美国准备赤字肯定要大爆发，所以接下来的风险会更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斯蒂芬·罗奇说这个美国储蓄率太低。储蓄率低这个问题，比如像咱们国家，是吧？其实这个央行啊，有一件很困扰的一件事啊，为什么要降息啊？就是因为大家把钱都存在银行里面，不拿出来花，所以要降息来刺激消费啊。但是美国它刚好反过来嘛，大家都花钱，大把花钱，借钱花钱。不过这件事情呢，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打一个小的问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现在的话呢，美国疫情危机呢是正严重的时候，美国现在很多人领到钱了啊，这个开始存钱了，因为怕什么呢？你想你这个月能够领到钱，那不代表你下个月还能够领到钱。那就算你下个月还能领到钱，不代表你到年底还能有工作呀。所以最近这几个月，美国的储蓄率肯定是稍微有一点提高一些。第三件事情呢，是美国由川普大总统为首的啊，在反全球化。这个反全球化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咱们国家一直在提要把人民币国际化，所以我们就必须配合很多外资啊去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开放。但是美国正好反过来，美国说我在中国的企业我要把它撤回美国，而我在德国驻军，现在这个你德国不给我钱，不给我驻军的钱，那我要把我的驻军要撤回来。所以其实美国它现在正在孤立，美国现在正在竖起一个贸易壁垒，它在去全球化。美国现在是希望所有东西都是它自己一条龙自己做出来，所以美国呢，它在去中国化啊，它已经不是全球化了，它是孤立化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大家想一想，中国放开大门跟全球做生意，我们就可以要求我们跟我们做生意的这些国家拿人民币来付钱了。如果美国去全球化，那大家都不跟美国做生意了，那请问别人手上拿那么多的美元做什么啊？如果美国它的反全球化的浪潮继续延伸下去，那就是走孤立的路线。当然大家就不用拿那么多美元了，当然就会卖掉美元。现在这个美元指数大概的价格是97左右吧，我们抓个整数，就算100，打65折就是65。2008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金融海啸，最低点70.698，65那就创新低了。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，如果未来这几年美元真的这么跌下去，那当然接下来可能非美货币比如说欧元，比如说咱们人民币，这些货币的话
就会往上走。假设这位耶鲁大学的这位教授真的讲对了，美元1-2年之内就会创下美元指数有史以来贬值的最低点，那请问美国这个第一强国它还怎么混呢？强国后面伴随的是强势货币，如果货币都这样了，那你美国还能够叫强国吗？看到这里啊，我想大家可能对于美元对美国的未来都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当然呢，可能很多人也会认为这位史蒂芬·罗奇他的预测可能我们也要打一个问号。毕竟美国它不会坐以待毙肯定会有很多的措施出台，尤其是当大选落地之后，你不管是获胜的是特朗普还是拜登，肯定会想尽办法去挽救美国经济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预见的，就是新一届的美国总统，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，无论谁上台，下面这4年一定不会好过。但是你说这个美元指数它跌到这个65，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可能性呢？我们做这个金融的，大家其实心里面都清楚，在金融市场上没有永远的绝对，没有不可能的事儿。但是呢，我个人认为美元指数可能还不至于1-2年内就如此快速的跌到65。不过美元贬值，美国衰落应该是大势所趋。所以对于美元未来的前景，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把它要看清楚。既然美元贬值是大趋势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避险呢？首先我觉得首选是什么？黄金。黄金避险我在前面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过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关注翻看以往的视频。第二个呢，我认为就是人民币。中国现在率先走出疫情风险，尽管现在北京好像又出现了几例，但是呢已经很快被控制住。中国的抗疫能力那是不容怀疑的，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强势复苏那是大概率，而且呢我们会继续走全球化开放的道路。如果美元信用降低，美元衰落，那人民币极有可能会取代美元的地位，成为国际货币。尽管当然这条路还会很长，也会碰到很多的困难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，全国上下一条筋，努力把经济搞上去，那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会势不可挡。就算是彻底替代美元成为全球货币，我认为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。所以咱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把握好这次机会。好的，今天节目呢先到这里，点击关注并转发，签到不胜感谢。